Hello，大家好呀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战争游戏红龙。我们本期的内容呢，还是艾布拉姆斯大战 T3485海，但不同的是，本期是按照一位粉丝的要求，由我来扮演艾布拉姆斯一方的指挥官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由于艾布拉姆斯是昂贵的先进战车，所以我们总共能部署的也就只有20台不到，并且其中只有2台是 M1A2 的型号，剩下的一大堆车子都是 M1A1。当然，拿来对付 T34已经足够了。在这里，我给 AI 的设定是极度困难，所以他们的点数非常多，可以在开局的时候就爆出大量的单位。由于本期的这个地图是一个大平原，非常的适合大量的装甲部队同时的推进，所以我的战术呢就是先不进攻，在我的这个 FOB， 也就是前进基地附近组织一个防御圈，先削弱一下敌方的攻势，然后再看情况选择反攻。在这里呢，我将半数的这个 M1A1 都部署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个高地上，然后另外派一波战车呢前往我们侧翼的这片树林里部署一个防御。在防御阵地刚刚部署完毕没多久之后，这个敌人的先锋部队就已经抵达了我们的防线。然后这里我部署在树林里的这个火神防空炮，就是加特林嘛，开始朝着他们的这个米2侦察机开火。然后，由于我组的这个 T34的卡组里放置了6个就是侦察直升机的卡片，所以他们可以叫出来几十架这种小的直升机。在这儿，这个 AI 也不知道是因为单位多不珍惜还是咋回事，明明看到我们这边有防空炮，却还让他们不停地往上冲。然后此处地面部队也已经开始交火。但是由于这个红龙这款游戏里，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查看单位的射界，所以在这儿我部署的车子，他们停在这个树林中或者是悬崖边上，有的它的射界根本就打不到那边的 T3485车队，所以我在交战中又没办法临时的手操了一下，就很被动。其中一台车子呢，甚至被打掉了6滴血。这台M1，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观已经是千疮百孔，然后这里呢一堆这个 T3485勇敢的往上冲，不过他们的油料呢也已经接近极限了。然后与此同时，这边发生了2个大的爆炸，就是那个3485卡组里的那个轰五，就是我们之前用过的轰五，这里也是有一个3吨的炸药砸在我们这2台 M1 的头上。如果在现实中，他们肯定是失去作战能力的，但在这里，他们甚至连履带都没有断，还能往前跑着打敌人。所以这个红龙的模拟啊，也只是看个乐，不能跟这个现实对比。然后此处敌人的第一波这个3485的数量并不多，但他们这个300破的破甲弹在近距离的射击中呢，还是给我的这个 M1 造成了很大的破坏。这边我直接给我这个前线负责防御的 M1 下达了一个快速移动的指令，让他们回到我这个 FOB 进行维修。包括这边这台 M1A2， 它刚才也是挨了一发那个轰五的3吨炸药。这边回到 FOB 呢，就被我们这个万能的前线工程师给他现场维修装甲，修到这个原厂崭新出厂的状态。然后此处敌人在这个城镇里又出了一波3485，逼近我这个高地很危险，我现在前线就只剩下一台火神了，所以我赶紧命令这个我部署在右侧树林里的这些 M1 大概有7台一起出击。M1 它毕竟是一款现代化的这个先进的主战坦克，所以它可以在移动中开火，有这个双稳，然后有激光测距，打的就很准。这边这个3485，包括他们的这个运兵的这个 BMP2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，就被打爆了。到此为止呢，敌方的第一波攻势就被我有惊无险的给化解了。但当我们将屏幕移动到这边的时候，会发现这个危险才刚刚开始。由于这个极致困难的 AI， 它的点数是玩家的应该是好几倍，所以它加上这个老旧装备呢很便宜，所以它就一下子爆出来了这么一堆。你可以看到，这就已经不能用3485海来形容了，夹杂着还有小田启，还有捷克的那个装甲车，这一大坨搁这儿蠕动，就仿佛是那什么
遇水会变大变高的答变高。然后这里不知道是 AI 的战术还是咋回事，在他的这个车队接近前线的时候呢，他突然不使用那个快速前进的指令了，而是让这个车队散开，在野地里进行推进。这样大概是为了避免在公路上遭到敌人的打击，然后出现重大的损失。但是这样的推进呢，也会让他们这些载具的油料消耗的速度加快。这边我们可以选择一台 T34， 看到它的油料呢总共是2200，现在只剩下1100了。所以在抵达前线之后呢，它这个油料很有可能就不够用了。与此同时呢，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这边还悠闲的叫出来了一些补给卡车来给我这个前线的7台这个艾布拉姆斯补给弹药和燃料。由于这个地形原因，加上我这边就是左边的前线没有跟进侦察单位，这个眼镜蛇它搁这儿停着，完全就没有给到一个很好的视野。然后敌方就借助这个树林的隐蔽，加上这个高地的这个陡坡，它慢慢的接近我们。此时在游戏中的视野呢，我就是只能看到这些已经走上高地的几台 T3485，然后完全没看到后面还有这么多。然后等他们一大堆蠕动上来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这边呢，我就赶紧调动后面这个林木线里的几台车移动出来，因为他们躲在后面这里没有射界，被这个树林阻挡了，然后赶紧把他们调动出来，试图反击一波。这里这个 M1即使是拿正面装甲朝向这个 T3485，也是瞬间就被打掉了一半的血，所以我赶紧下达了一个倒车的指令。这个游戏中是有一个倒车指令的，我们要善用它这个指令。毕竟你在跟敌人对抗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危险就点击让他往后跑的话，他会直接把屁股朝着敌人这样逃跑。然后这边我在看到敌方的车辆很多，我这个防线完全控制不住的时候，我就给这边所有单位，包括防空炮啊、补给车呀，下达了一个倒车的指令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补给车的这个驾驶员的技术也是非常的溜，这边倒车跑得贼快。而且我的这一个战术撤退呢，也是非常的明智。由于这个 T3485 的卡牌里没有这个后勤补给车，所以他们的燃料行进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全部烧光了。如果我选择让我的 M1 留在这里跟他们硬碰硬呢，肯定会出现重大的损失。而这样一逃跑呢，这些车子就直接原地趴窝，成为了固定炮台，就看我回头想不想来收拾他们了。这边在进行了一波大撤退之后呢，我在我家门口的位置又组织了一波新的防御，然后敌方还有油料的这些山东孔夫子呢，推进到我这个防线的射程内就被全部打爆了。在敌方燃油耗尽停止进攻之后呢，我就觉得我的防线稳固了，于是乎我开始派出这个布莱德利带着这个步兵班，试图夺取一下城市地图中间的这块小城镇。然后这里我的视野里呢，并不知道此处城镇里已经有了一些数量的敌军，但我还是一个比较警觉的状态。我直接在这个村口就让这个步兵排下了车。由于步兵携带的火箭筒都有个600-700米的这个射程，所以在这边呢，我是让我的步兵排进入城镇就是一间屋一间屋的往前推进，而这个布莱德利步战车呢，就是尽量远离这个村庄，保持一个大概1公里的距离绕侧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侧面为这个步兵排提供火力支援，同时呢，自己也不会被敌方步兵的这个反坦克火力给伤到。这里可以看到4台这个布莱德利同时开火的时候，还是非常震撼的。总是有人觉得这个 BMPT 终结者的火力非常可怕，但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，那玩意儿上面也不过就是一个双联的机炮而已，跟着这4台布莱德利的火力一比呢，好像又不算什么了。所以在这个现代战场上啊，不论哪一方的步兵命运都是非常惨的。在与敌方机械化部队遭遇的时候，就算是身经百战的特种兵，此时此刻也是炮灰般的存在，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步兵排一样。此时我是派他们进入这个城区剿灭剩下的敌军，但他们却遭遇了这个几台 T3485，
这个 T3485虽老啊，但是你们想想，它车体上是一挺机枪，然后炮管旁边有一挺同轴机枪，然后车塔上面呢，就车长塔上面呢，还有一个这个德什卡重机枪，就这3挺机枪同时开火的火力，瞬间就把我这40人的步兵排打掉了30个人。为了保住他们的命，我就赶紧叫了我这个负责侦察任务的眼镜蛇前来支援。他的武器呢是一个40毫米的破片榴弹发射器，别的直升机都是装备机炮，而他装备的是破片榴弹，就非常有趣了。他这个破片榴弹显然是不能伤到 T34 的装甲，但此时还是将这3台 T34 打出了一个惊慌失措的状态。然后我的布莱德利绕侧就成功的将这3台 T34 给打爆，保住了这最后10个大兵的命。在成功清空了地图中间的这个小村子之后呢，我让这些运兵车继续往前推进，就是推进到城镇前方这片树林里，组建一个新的防线。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战术头脑，就只会这个结硬寨打呆仗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推进。然后此时呢，这些布莱德利的陶式导弹表现的也是非常优秀，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击毁了几台敌方的战车。然后这里全是一些 T3485， 他们的火控落后，观瞄系统也落后，所以看不清我这个隐藏在树林里的步战车，他们就只能这样顶着我方的火力往前推进，然后被逐个打爆。与此同时呢，看着前线只有4台布莱德利可能扛不住敌方的攻势，所以我又将另外一个步兵排的4台布莱德利推了上来。他们的这个火控也比较好，可以在移动中开火，就这个交叉火力瞬间就将敌方的大概有10台左右的 T34 给摧毁了。在看到敌方似乎是没有什么能力再爆出大量的单位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让这个 M1 推进。M1 毕竟是有着厚重装甲的，让他们去推进还是要比使用布莱德利靠谱很多的。然后在我的 M1 推进到敌方家门口的位置的时候呢，他们这边应该是所有的 T34 都已经被叫了出来，所以他爆了一大堆的这个苏100坦克歼击车。然后这个 AI 似乎也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他就让他的这些苏100像挤牙膏一样一个一个的往前走。我那高地上的 M1 就这么一台一台的将他们打爆，甚至打到最后呢，他的弹药都不够了。为此我只能再派另一台车子来打击他们。在消灭了最后的几台苏100之后呢，敌方可用的这个装甲部队就全灭了。至于本次战斗的结局呢，就是在我这个侦察车和主战坦克的配合下，逐个的捉住了敌方的最后几台指挥单位，将他们给敲掉了。而敌方这边呢，可以看到他在开局不久后集结的这一大波 T3485海，由于没有燃油的原因，就停在这儿不能动。眼看着我的这些战车去将他最后的几台 CV 包围给消灭掉，导致他们的这个作战失败，但却无能为力。所以说像是这种派出大量装甲单位同时推进的战术呢，虽然非常的强力，但它也很吃后勤。一旦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，对这些装甲部队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其实我的卡组里还有2架 A10 可以呼叫出来，但是由于我害怕敌方的这个防空高炮，包括他们的这个导弹系统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叫出这些 A10。若是在现实中敌方取得了这个制空权的情况下，这些 T3485 恐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OK， 到这儿呢，我们本次的对战就结束了。从这个敌方的击杀数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们这一次只获得了155分的击杀。然后往下翻的时候，我竟然奇迹的发现，我似乎是没有损失任何的单位啊！估计他这155的这个击杀数，就是我那2个步兵排在进攻村子的时候被打出来的。原本我还想着这个游戏里极斗困难的 AI 会有多厉害呢，看来只要装备组合够烂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打不了胜仗。因此发展现代化装备还是十分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本期的这个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最后不要忘了你的3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